我的场子，我的场子！完了，全完了！修好了。我的天，江工，这机器都坏成这样了，你2小时就搞定了？咱们厂要是没江哲，早800年就关门了。哼！江工累死累活守着厂子，咱们何厂长在外面花天酒地，人比人气死人哦！大家都干活吧，订单结束，咱们都有奖金。奖金总算到了。1000，我熬了整整10年，每年替厂里省几十万维修成本。这次自动化改造帮厂里多赚300多万，何厂长亲口答应这次利润分我一半，怎么就1000？何洪涛，你欺人太甚！怎么李浩宇绩效3万，江哲才1000？那方案不是江哲熬2月做的吗？人家会来事儿，咱们技术员就是干活的命。小江，你看到公告了吧？你是最踏实的。这个分配结果单从金额看，可能让你心里委屈，但你要认清现实。他是门面厅堂，你是地基，地基怎么能和厅堂比光鲜？可没有地基，整栋楼都得塌。这个比喻，他说了整整7年。等第一批职称评定，我重点举荐你，薪资直接上调1档，如何？何厂长，虹桥科技已经联系我了。1个月前，他们老总陈天瑞亲自来电，给我的岗位是技术总监，薪资是这边的3倍，而且专利归属我个人。我申请调移，请您签字。不行，你不能走。人事档案在我这儿，没办手续你去就是违规，背上处分，虹桥还敢用你？冲动不可取，咱们厂不能没有你，在这儿你是不可或缺的人。我全都明白了，感谢何厂长这10年的栽培。江哲，这行我认识的人多得多，你走了我让你混不下去。何厂长，这话我记下了。这些代码都是我亲手写的，我全都要带走。江哲，这么早就收拾东西，请假了吗？离职。就为了年终奖这点事儿，有必要闹这么大吗？何况那个方案你不也参与了吗？你不擅长当众表达，我这是帮你。李浩宇，那份方案的初稿创建时间是去年11月3号凌晨2点47分，你提交的最终版只改了封面，重排了目录，这也叫帮我？你说话越来越尖酸了。咱们共事这么多年，共事10年，10年里你抢走我的进修名额，优秀员工评并呕心沥血的方案，你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错。从今天起，咱们没有任何关系。那套组件该拿回来了。江哲这是要干啥？江哲，你别乱碰车间设备，出了问题你自己担着。江哲，给我住手！这是生产设备，你这是蓄意破坏。何厂长，这套检测组件是我个人出资购买的，采购发票、银行转账记录从未录入公司资产记账。您现在要查看吗？行，算你厉害，东西你拿走，我不拦你。不过江哲，我在这行干了20多年，上上下下的关系你心里应该有数。你以为离开这个厂，外面就有你的位置？太天真了。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越是有人说我不行，我越想试试。您就等着看吧。陈总，麻烦您安排一辆车过来，我有一些私人物品需要转运。没问题，把地址发来，我立刻安排。江工，陈总让我来接您。10年够了。江哲，你以为虹桥能护着你？等着瞧！何老板，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江工，
陈总说了，您到了直接去办公楼，他亲自带您熟悉环境。好，江哲，欢迎加入虹桥。走，我带你四处转转。虹桥目前有3条主力生产线，设备都是近5年采购的，但产能一直没达到预期，尤其是那台冲压机老是卡线，1个月停机7、8回，损失不小。我先熟悉情况，3天内给您一份诊断报告。不着急，你在何洪涛那边被压了10年，到我这儿放开手脚干。这是你的办公室，技术总监说话有分量，拍板能作数。10年了，第一次有自己的办公室。江哲，我这里规矩简单，做出业绩，按业绩发薪，上不封顶，但也不养闲人。明白。还有一条，你的方案你自己署名，专利归你个人，这是当初承诺的，一个字儿都不会变。陈总，我会证明你的选择没错。江哲，有个情况你得知道，何洪涛在业内散布消息，说你离职时私自带走公司生产设备，涉嫌盗窃。意料之中。陈总，麻烦法务把这些发给对方。这些都是你自己留存的？这套组件我花了近2万，何洪涛承诺报销，拖了3年1分没给，凭证我一直留着。江哲，你这人比我想的还周全。何厂长，这些凭证他早就防着这一手。江哲这个人比我想的难对付。这件事儿先压下来，但这事儿没完。喂，江哲，是我。什么事？何厂长让我跟你说，那套检测组件的事，厂里查到一笔对应的公款采购记录，时间和你买组件的时间基本吻合。他说这事儿影响不好，你要是把组件还回来，就当没发生过，大家好聚好散。所以呢？江哲，咱们认识这么李浩宇多年，我银行转账截图、采购平台订单记录、快递签收凭证全部可以公证，他要查，我配合到底。江哲，你现在越来越难沟通了。不是我难沟通，是我以前太好说话了。从今往后，没有任何关系。何厂长，他不吃这套，而且他把我拉黑了。一个技术员，翅膀硬了。凭证的事先放一放，想别的办法。他在虹桥站稳脚跟之前，必须把他搞臭。你是谁？江哲，你不用管我是谁，我只说一件事，你去查何洪涛2019年到2022年的设备维修外包账目，每一年都有将近10万的维修外包费用在走账。那3年，厂里所有设备维修都是我做的，从没领过1分钱外包费。只要查清这件事，你手里就有他一辈子都不敢招惹你的把柄。你为什么告诉我？有些事该有人捅出来。这3年设备维修全是我垫付的，说是资金紧张，1分都没还我。看来钱是被他扣下了。你可算来了，我还以为被人看见了。放心，我绕了2条路过来的，没人跟着。张叔，麻烦您特意跑这一趟。说这些干什么？你离职的事儿我们全厂都知道了。何洪涛那家伙做的太过分，换谁都咽不下这口气。张叔，我今天找您来是有件事想问问您。这几年厂里的设备维修外包，有没有对应的外包合同和付款凭证？你是说那几笔账？这事儿我本来不该多嘴，弄不好要丢饭碗的。但我实在看不下去何洪涛那副嘴脸。合同是有的，可那家外包公司我私下查过，工商登记就是个空壳。什么意思？注册过资质，但没有实际经营，没有员工，没有固定资产，只有一个银行账户，专门用来接收打款。张叔，那家公司叫什么名字？恒达机电，账目原始凭证全存在财务室文件柜里，第3层左数第2个柜子。江哲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，剩下的就看你自己了。张叔，谢谢您，真的谢谢您。快别这样，我也是看不惯他贪得无厌。你自己千万小心，何洪涛那个人心狠手辣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我知道，您放心，
我不会把您牵扯进来。江工，这台机器我们用了快8年，卡线问题一直没解决，换了2批人都不行。问题找到了，这么快？送料系统的定位精度不达标，用的是老式机械线维，磨损之后误差累积，高速运转就会卡线。换成光电感应定位，再优化一下控制逻辑，卡线率能降到原来的1/10。这个改造成本高吗？配件费用不到3000，人工我自己来，3天内完工。成了，真成了！江工，你可真是我们的救星。应该的。江哲，干得漂亮！这个月的绩效奖金我给你翻倍。这只是开始。江哲，真压机改造后的效益数据出来了，按现在的生产效率，今年单这一条线就能多产出30万的产值。这是这个月的绩效奖金，提前发给你。只是改造一台机器就给这么多，你值得。你的成果能转化成收益，我就给你对应的报酬，不搞虚的。那我接下来还有6个改造项目，您提前做好预算。哈哈哈哈！你尽管干，资金随时到位。又停机了，这个月第3回了，怎么回事？何厂长，这台机器自从江哲走后就一直出问题，找人修。我联系了市里的维修师傅，开口要18000，还不包零件费。修，必须修！江工，听说何洪涛那边的3轴加工中心又坏了，花了18000请人修，结果还没彻底好。那台机器的毛病我比谁都清楚，主轴轴承磨损，必须做热补偿校准，否则换多少零件都没用。何厂长，这台机器的问题比较复杂，主轴系统和控制模块都有损耗，光换零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那怎么办？你是市里最好的维修师傅，总有办法吧？办法倒是有，但得做整套热补偿校准，还要重新编写控制程序。这活儿说实话我干不了，那谁能干？据我所知，咱们这一片能干这活的人不超过3个，其中有一个好像之前就在你们厂。何厂长，他说的是不是江哲？闭嘴！何厂长，维修费18000，零件费另算，我只能做到这一步，剩下的您另请高明吧。何厂长，要不咱们联系一下江哲？你说什么？我就是随便说说。让我去求他，门儿都没有。继续找人，我就不信了，离了江哲，这厂子还转不了了。何厂长，主轴轴承我换好了，您试试看。开机。又停了。何厂长，这台机器的控制系统太老了，热补偿参数全乱了，光换零件没用。我建议您还是找专业的技术员来做整套校准。那你能不能做？这活太精细，我做不了。说实话，能做这个的人，整个省也找不出几个。何厂长，要不咱们真的联系一下江哲吧？这台机器要是再不修好，下个月的订单就全完了。你去联系他。好，我这就打电话。何厂长，他把我拉黑了。那就我亲自去。我找江哲，麻烦通报一下。您贵姓？有预约吗？我姓何，是江哲以前的领导。江工，门口有位姓何的先生找您，说是您以前的领导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，江工说不见。你再打一次，就说我有急事儿。江工说了，无论什么事儿都不见。请您回去吧。江哲，
听说何洪涛亲自来找你了。你不见他？没什么好见的。听说他们厂的3轴加工中心坏了，花了5万都没修好。那台机器的问题，我比谁都清楚，但那是他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了。江工，你说的这家恒达机电，我查了一下工商登记信息，注册时间是2018年，注册资本50万，但实缴资本为0，经营状况没有任何实际业务记录，没有员工社保缴纳记录，办公地址是一处居民住宅，典型的空壳公司。这种公司每年近10万的外包费用，钱都去哪儿了？按照正常逻辑，这笔钱最终会流入实际控制人的口袋。关键是要查清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是谁，能查到吗？工商信息是名字可以查到，但要确认这个人和何洪涛的关系，还需要进一步调查。麻烦周律师尽快查一下。没问题。不过江工，我得提醒你一句，如果这件事儿涉及职务侵占或贪污，性质就很严重了。你确定要继续查下去？查，一查到底。周律师，全力配合江哲，费用公司出。明白。何洪涛，这笔账我会一笔一笔给你算清楚。江工，恒达机电的法人代表查到了，法人代表叫刘建国，身份证显示是本市户籍，今年42岁。这个人是谁？我又查了一下他的社会关系，刘建国是何洪涛妻子的弟弟，也就是何洪涛的小舅子。小舅子？没错，而且这个刘建国名下除了恒达机电，还有2家空壳公司。过去5年，这3家公司累计从机械厂收到的外包款项超过60万。60万，全是他用空壳公司套出来。江工，这已经涉嫌职务侵占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整理材料，向省纪委举报。我这边会帮你准备法律文书，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一旦举报，何洪涛肯定会疯狂反扑。请问您举报的内容是？国有企业负责人涉嫌利用职务便利，通过关联公司套取公款。材料很详细，我们会尽快核实，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，后续有进展会通知您。江哲，材料提交了。提交了。好，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，公司都会支持你。谢谢陈总。何洪涛，轮到你睡不着觉了。名誉侵犯，这是典型的恐吓手段。他知道你举报了他，想先发制人，给你施压。这招太低级了。周律师，这封律师函有法律效力吗？律师函本身不具有强制贴行力，只是一种警告。但如果他真的起诉，我们需要准备硬算，让他告。我手里的证据全部经得起查，我会准备好应对方案。另外，我建议你近期保留好所有通话记录和往来文件，以防他使用其他手段。明白。何厂长，您找我？你自己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纪委怎么会找上我们？江哲，除了他还能有谁？这个白眼狼，我养了他10年，他居然敢举报我！不可能吧？他手里能有什么证据？他手里有他那10年的维修记录，还有恒达机电的工商信息。我早就说过让你把账做干净，你就是不听。我做干净了，所有的合同发票都齐全，根本看不出破绽。哼，看不出破绽？那纪委的通知书是怎么来的？天上掉下来的？我让你发的律师函发了吗？发了，昨天就寄到虹桥科技了，要求他删除所有技术资料，赔偿50万损失。那个柳记者呢？文章发了没有？发了，今天早上全平台都发了，标题就写他忘本。骂有什么用？能撤销吗？我已经尽力了，尽力了，就这点本事。我告诉你，这还远远不够。江哲那个硬骨头不吃这一套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我何洪涛什么时候坐以待毙过？再想别的办法，我就不信治不了他。请问是江哲先生吗？是我。我们是市经侦支队的，关于您举报机械厂何洪涛涉嫌职务侵占一案，需要向您了解一些情况。没问题，请问。警官，我是江先生的法务顾问，可以旁听吗？可以。江先生，您在举报材料中提到，2019年至2022年期间，您独立完成了厂内所有设备维修工作，但厂方却以外包名义向恒达机电支付了大量款项，这些情况属实吗？完全属实，我有当时的工作日志、维修记录、垫付费用的银行流水，都可以提供。您和恒达机电的法人刘建国认识吗？不认识，我是在调查过程中才知道这家公司的存在。好的，江先生，您提供的材料我们会进一步核实，如果有新的进展，会及时通知您。谢谢。看来纪委已经把线索移交给公安了，事情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这些就是2019年到2022年的外包合同和付款凭证。是的，都在这里。合同上的乙方是恒达机电，但没有任何具体的服务内容描述，也没有验收记录。
银行流水呢？这是对应的银行流水，每笔款项的去向都有记录。这些款项全部打入了恒达机电的账户，累计超过30万，但没有任何对应的服务记录。张会计，这些账目是谁批准的？是何厂长亲自签字批准的。何厂长，这些材料我们需要带走进行进一步调查，请您配合。这些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是否有问题，调查之后自然会有结论。何厂长，请您近期保持通讯灵畅，随时配合调查。哎，快看，怎么来了这么多警察？出大事了！还用说吗？肯定是冲着何厂长来的。前几天就听说有人举报他贪污了。我早就觉得不对劲了。每年那么多维修外包费，从来没见过一个外人来修机器，全是江哲一个人干的。可不是嘛？江哲走了之后，那台机床坏了快1个月，花了好几万都没修好，那些钱指不定都进了谁的腰包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怎么会这么快？李工，你怎么了？脸这么白？没事儿，可能有点中暑了，我回办公室喝点水。李工，急着去哪儿啊？没去哪儿。张叔，警察怎么来了？何厂长，根据调查需要，您的办公室也需要进行搜查，请您配合。这台长墙的主轴转速上限太低，导致精加工中效率一直提不下去。我打算更换高速主轴电机，再重新优化进近系统的参数。江工，这套方案要是能成，咱们这条线的产能至少能提升40%。保守估计，如果后续再配合刀具路径优化，还能再提一档。江哲，第2条生产线的改造预算我批了，设备采购可以开始走流程。好，预计2周内完成主体改造，1个月内全线投产。干得漂亮！照这个速度，年底之前3条线全部升级完成，虹桥的产能翻一番不是问题。在这里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回报，这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。江工，这不是你以前待的那个厂吗？听说那个何厂长贪了不少钱，现在被抓了，活该！快看，警察都来了，这次是来真的了。我刚才听财务室的小李说，警察在他办公室搜出好几个存折，还有不少现金呢。真的假的？他能贪这么多？那还用说，每年那么多外包费、采购费，全进他自己腰包了。江哲在的时候，连个零件钱都不给报销，他倒好，拿着公款买车买房。你看他那样子，跟以前那个药物行为的厂长判若两人，活该！谁让他坏事做尽？何厂长被抓了，这厂子还能开下去吗？谁知道啊？我听说上面要派人来接管，但还没定下来。完了，何厂长被抓了，我怎么办？那些账目他让我经手的，会不会查到我头上？大伙儿别慌，厂子还在，活还得干。春季那批订单下个月就要交货，咱们现在停下来，全都得喝西北风。钱师傅，现在厂长都被抓了，谁来管咱们？我也不知道，但这批订单要是完不成，咱们今年的工资都悬了。钱师傅，坐。小江，这么晚还叫你出来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没事儿，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你应该听说了吧？何洪涛被抓了。今天下午听老刘说了，厂子现在彻底乱套了。副厂长管证自己也不干净，早就躲起来。车间没人管，机器停了一大半，人心惶惶。那厂里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现在最要命的是，还有一批春季订单，下个月15号必须交货。什么订单？就是上个月接的那批汽车配件订单，一共3000件。要是交不出去，不仅要赔一大笔违约金，厂子肯定就彻底黄了。那台3轴加工中呢，还没修好。别提了，你走了之后，何洪涛先后请了3波师傅，花了快5万块，越修越坏。现在那台机器就跟一堆废铁似的，摆在车间里，没人敢碰。厂里还有100多号工人啊，大伙上有老下有小，全指着这份工资过日子。好多人家孩子等着交学费，老人等着看病。小江，你在厂里跟大伙朝夕相处了10年，求你帮帮忙，救救厂子，救救大伙。钱师傅，我现在是虹桥科技的技术总监，手头还有好几个项目在推进。我知道是我们对不起你，我们没人敢站出来替你说一句话。现在说这些太晚了，但我还是求你再往我们最后一次，以后我们再也不会亏待你。您先回去吧，这件事我需要好好考虑一下，明天给您打。好，谢谢你江哲，不管你最后怎么决定，我都理解你。陈总，有件事我想跟您商量。你说。
机械厂那边出了问题，何洪涛被抓之后，厂子陷入混乱。他们有一批春季订单，下个月必须交货，但现在设备瘫痪，人心涣散，根本完不成。所以呢，厂里的老工人找到我，希望我能帮忙。我想以虹桥的名义接手这批订单的生产。那个厂的人对你做了什么，你比我清楚。你现在要帮他们？我不是帮那个厂，也不是帮何洪涛，我是帮那些工人。那些老师傅跟我一起干了10年，他们没有对不起我。何洪涛的事儿不该让他们来背。你打算怎么操作？把机械厂的工人借调过来，用虹桥的设备和场地完成这批订单，费用由机械厂承担，虹桥收取合理的加工费，纯商业合作，两清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行，既然你开口了，这件事我支持你，但有一条，这是商业合作，不是施舍，该收的钱1分不能少。明白。去办吧。江工，红星机械厂的情况我也听说了，何厂长被抓，厂子停摆。说实话，我对这批订单能不能按时交付非常担忧。王总，请您放心，这批订单目前由虹桥科技接手生产，我本人亲自负责技术把控。虹桥科技？是的，红星机械厂工人会借调到供桥，使用供桥的设备和场地完成生产，质量和工期我个人担保。江工，你的技术水平我信得过，但这批订单数量不小，原定交货日期是下月15号，我知道时间紧，所以我今天来是想跟您商量，能否将交货日期延后1周？延后1周？虹桥的设备需要时间调试，工人也需要熟悉新环境，给我们1周缓冲，我保证质量不打折扣。江工，不是我不通融，但下游客户那边也有交期压力。王总，我可以承诺，如果延期交付造成任何损失，由虹桥承担赔偿责任，白纸黑字写进合同。好，看在江工的面子上，我批这1周，但仅此一次。谢谢王总。各位师傅，今天把大家请过来是想说明一下这次合作的安排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将在虹桥科技的车间工作，使用供桥的设备完成春季订单的生产。工作期间，虹桥提供食宿，工资由机械厂照常支放。江工，那我们算是虹桥的人了吗？不算，这是2个独立企业之间的商业合作，你们的高度关系还在机械厂。订单完成之后，你们回原单位。江哲，我替大伙儿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出手，这批订单真就完了。咱把话说清楚，我帮这个忙是看在跟大伙儿共事10年的情分上，但这是商业合作，不是人情，该收的加工费1分不会少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还有一条，这次合作期间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打探虹桥的技术资料和商业信息，一旦发现，立即终止合作。好，现在请刘主任带大家去车间熟悉环境，明天正式开工。江工，忙着呢。江工，我跟你说啊，当年你在厂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是个人才。何厂长那人眼瞎不识货，把你逼走了，活该他有今天。江工，你看我在厂里干了20多年，技术也算过硬。这次合作结束之后，你看能不能跟陈总说说，把我调到虹桥来？老周，这次是商业合作，合作结束你们就回机械厂。虹桥不接收借调人员转正。江工，我这不是，咱们都是老同事了，你就不能通融通融？这次我帮忙是看在钱师傅和其他老师傅的面子上，但我跟机械厂的关系早就断了。好吧。江工，连续干了12个小时了，歇一会儿吧。最后一批了，今晚必须完工。江工，最后一批零件下线了，全部合格。好，通知大家收工。成了，终于赶完了。江哲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这批订单真就完了，厂里100多号人的饭碗都保不住。钱师傅，不用客气，这是商业合作，两清了。江哲，这1个多月真是辛苦你了，每天陪着我们加班到半夜，手把手教我们新设备的操作方法。没有你，这批订单肯定完不成。周师傅客气了，大家也都很努力，每天干10几个小时，没有一个人报警。这是我整理的3周加工中心和液压中的详细操作手册，还有常见故障排查方法，以后机再出问题，照着这个来，基本都能解决。谢谢你，江哲，当初你受委屈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敢站出来替你说一句话，现在想想真是惭愧。是啊，江工，以前我还在背后说过你坏话，说你傻，只会埋头干活。现在我才知道，真正傻的是我们。都过去了，那时候大家都不容易，我理解。以后我们厂里的设备再出问题，还能打电话请教你吗？当然可以，我的手机号没变，随时打给我。江工，你真是太仗义了，何洪涛那么对你，你还不计前嫌帮我们。以后谁要是再说你坏话，我第一个跟他急。就是，以后你要是回机械厂那边，一定要告诉我们请你吃饭。这次的事儿，我替厂里100多号工人谢谢你。
这是我们大伙儿凑钱给你买的一点土特产，不值什么钱，就是一点心意，你一定要收下。谢谢大家，其实不用这么客气。有件事我想跟你说，厂里现在没人管事，乱成一团。我们几个老工人商量了一下，你技术好，要是你能当厂长，我们所有人都服你。钱是我不会回去，为什么？难道你还在记恨何红涛？他已经进去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。我不是记恨他，他罪有应得，跟我回不回去没有关系。我明白了，是我太自私了，只想着厂里的工人，没有考虑你的感受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你们都是好的带头人，机械厂一定能好起来的。那好吧，江哲，多保重，以后有空常回来看看。你也保重，替我向厂里的其他工人问好。江工，看到新闻了吧？何洪涛判了7年，大快人心啊！这种人就该坐牢。当初他那么对你，现在报应来了。刘主任，过去的事就不提了。第2条生产线的改造进度怎么样了？按计划推进，预计下周就能全线投产。好，我等会儿去车间看看。何洪涛，你的路走到头了，而我的路才刚刚开始。江哲，我可算等到你了。你找我有事儿？我知道以前的事儿都是我不对，我对不起你。现在何洪涛进去了，机械厂也散了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江哲，求你帮帮我，你跟陈总说说，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？李浩宇，3年前我申请参加省里的数控技术培训，那是我等了3年等到的名额，结果被你抢走。是你跟何洪涛说我性格内向，不适合对外交流，去了也是浪费名额。那都是何洪涛逼我的，我也是身不由己啊。我熬了3个月做出来造方案，你改了个封面，换了目录，就署上自己的名字交了上，最后你拿了5万块奖金升了主管。我呢？何洪涛只给了我500块加班费，这10年来，你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，抢我的名额，偷我的成果，分我的奖金。那时候你可曾有过一丝愧疚？现在你落难了，走投无路了，才想起我来了。江哲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帮不了你，你今天的下场都是你自己选的。当初你怎么对我的，现在就该承担什么样的后果。江哲，你就这么狠心吗？我们毕竟同事一场啊！唉，真的关了，干了大半辈子，说没就没了。能怎么办？何洪涛把厂子掏空了，账上1分钱都没有，拿什么发工资？听说补偿金也没着落，得等上面拨款。账目全部移交了，这个厂彻底完了。那咱们这些老工人怎么办？各找出路吧。年轻的还能去别的厂，咱们这把年纪难喽。江工，你听说了吗？机械厂彻底关了，工人全部遣散。我看到新闻了，那些工人挺可怜的，干了一辈子，说没就没了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何洪涛选择贪婪，工人们选择沉默，结果就是这样。那你呢？你选择离开，现在证明你是对的。有些路走对了就不要回头。江哲，你来供桥快半年了，3条生产线的改造全部完成，产能提升了60%，这个成绩整个行业都找不出第2个。都是团队配合的好，别谦虚。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。今年下半年有一期注册机械工程师的考试，我建议你去考一个。注册工程师？没错，你的技术水平早就够了，但缺一个正式的资质认证。有了这个证以后，不管是申报项目还是对外合作，说话都更有分量。考试时间是什么时候？10月中旬，还有3个多月的准备时间。报名费、陪病费公司全包，考试期间给你放带薪假。江哲，你有这个实力，这个证是你应得的。好，我考。这才对嘛！好好准备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王经理，我虽然技术不算顶尖，但跑业务、对接客户绝对没问题。李浩宇是吧？我们刚才做了背景调查。是我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在红星机械厂工作的时候，是不是参与过恒达机电的虚假外包账目？绝对没有，那都是何洪涛一个人干的。跟你没关系，每一笔外包合同的对接人都是你，发票也是你签的字。我们公司小，容不下你这种有污点的人。你走吧，以后不用再来了。李姐，是不是录用通知下来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李先生，我们刚才又核查了一下你的背景。怎么了？不是昨天都说好了吗？发现你跟红星机械厂前厂长洪涛关系过于密切，他现在因为贪污公款被判刑了。我们公司怕惹麻烦，所以这个岗位我们不能录用你了。别啊，李姐，我跟他就是普通同事关系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对不起，李先生，这是公司的决定。祝你早日找到合适的工作。江工，你听说了吗？李浩宇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他这几个月跟疯了一样，到处找工作，投了快100份简历，跑了10几家公司面试，全被拒了。刚才我听一个朋友说，他今天早上去恒通设备公司面试，人家一查背景，发现他经手过那些假账，当场就把他轰出来了。还有上周
盛达机械本来都准备录用他了，结果背景调查的时候发跟洪涛走得太近，怕被牵连，临时反悔了。他当初选择站在何洪涛那一边，就应该想到会有机密，可不是嘛？现在他到处求人，以前跟他称兄道弟的那些人，现在都躲着。说起来也是活该，当初他踩着你往上爬的时候多风光啊，现在落得这个下场，真是报应。人总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是啊，他现在到处求人，听说连以前的老同学都不愿意帮他，真是活该。江工，刘主任，什么事儿？那个机械厂那边又有人来找你了。谁找我？是老周和王大姐，还有另外2个老工人。他们说想请你帮忙介绍个工作。刘主任，我现在正在准备注册工程师考试，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复习，真的没有精力管别的事儿。而且虹桥科技现在所有岗位都满编了，没有空缺。就算有空缺，公司也有严格的招聘流程，我不能徇私。我明白。那我怎么跟他们说？你帮我转告他们，我很同情他们的遭遇，但我确实帮不了他们，让他们去人才市场看看，或者找找别的门路。如果他们生活实在困难，可以向当地的民政部门申请救助。好，我去跟他们说。刘主任，还有事吗？江工，别让他们再来找我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哥们儿，你也是考注册工程师的，听说这次通过率不到30%，你有把握吗？尽力而为。通过了。江工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考试成绩出来了，过了。真的？恭喜江工！我就说你肯定能过。82分，江工，这个分数在全省都能排前几名了。分数不重要，过了就行。我这就去跟陈总报喜。今天这顿饭是专门给江哲庆功的。注册工程师考试82分通过，全省前10。江工，恭喜恭喜！实至名归。多谢陈总和各位的支持。江哲，有件事我想提前跟你透个底。陈总，请讲。省里最近刚下了文件，要推一个智能制造技术改造专项，重点扶持本地制造业企业升级，扶持资金最高500万，而且还有配套的税收优惠和技术资源对接。省级智能制造教改专项，我之前在行业新闻上看到过一点消息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启动了。没错，文件上周刚发到市工信局，我托人提前拿到了申报指南，仔细研究，竞争激烈，但我觉得咱们虹桥绝对有这个实力 PE。陈总说的对，这2年咱们厂在江工的带领下，3条生产升级完成，手里的技改成果比很多大厂都扎实。是啊，咱们项目要是能拿下来，虹桥直接就能从本地2流企业跃升到第1梯。江哲，这个项目的核心就是技术方案，所以我想，这个技术方案由你来牵头负责。陈总，这个项目的申报截止时间是什么时候？申报截止到下月底，还有1个半月的时间。评审主要看哪些方面？评审主要看企业基础、改造方案和预期效益3个方面。那团队配置呢？我需要哪些人配合？整个公司的资源你随便调，刘长峰和周明全程配合。需要什么人、什么设备、什么资金，你直接开口，我全部批准。好，这个项目我接了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哈哈，我就知道这种硬仗只有你江哲能打。太好了，江工牵头，这个项目肯定10拿9稳。没错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江工，争取把这500万拿下来。陈总放心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这1个半月，我吃住都在厂里，保证拿出一份最完美的技术方案。我相信你。来，为了虹桥的未来，干杯！干杯！这不仅仅是一个项目，更是我证明自己价值的最好机会。江工，都中午12点多了，先去食堂吃饭吧，再不去菜就凉了。你先去吧，我把这一段技术路线写完，等下帮我带一份盒饭回来就行，随便什么菜都可以。还在写技术路线啊？你昨天是不是又熬到半夜了？我早上来上班的时候看到你办公室的灯还亮着。写到3点多，还有1个月就要申报了，时间太紧，不敢耽误。江工，你也太拼了，
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！你这样天天熬夜，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。没事，我年轻扛得住。这个项目对虹桥太重要了，要是能评上省级示范项目，以后我们在行业里的话语权就完全不一样。我知道重要，但也不能拿身体换啊！你看你这几天，饭也不好吃，觉也不好睡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等把初稿写完，我好好休息2天。真是辛苦你了。那我先去食堂了，给你带一份红烧肉，你最爱吃的，再给你带杯热咖啡。好，谢谢刘主任。跟我客气什么？你别太累了，写一会儿就站起来活动活动。江哲，好消息，省工信厅的初审结果出来了，虹桥科技通过了。太好了，江工，咱们过了。初审只是第一关，后面还有专家组现场评审，那才是真正的硬仗。没错，这次初审全省一共有53家企业申报，通过的只有18家。下个月专家组会来现场考察，最终只选8家作为省级示范项目。江哲，接下来的现场评审你有把握吗？技术方案我反复推敲过，数据全部真实可查，改造效果也有实际案例支撑。只要专家组愿意认真听，我有信心。好，这1个多月你没日没夜的干，我都看在眼里。现在初审过了，先休息2天，养足精神，准备下一步。不用休息，趁现在有时间，我再把汇报材料完善一下，把可能被问到的问题全部提前准备好。江哲，虹桥能有你是我最大的幸运。综上所述，本项目通过对3条生产线的智能化改造，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63%，产品不良率下降至2%以下，年节约能源成本超过40万元。这是改造前后的实际生产数据对比，全部来自车间的实时监控系统，可以随时调取原始记录核验。江工，你们这套光电感应定位系统是自主研发的还是外购的？核心算法是我独立开发的，硬件部分采用国产元器件组装，整套系统已经申请了2项适用卫星专利，专利证书在材料附件中。江工，我看了你的履历，你之前在红星机械厂工作了10年，为什么选择离开？因为在那里，我的技术成果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。我选择离开，是为了寻找一个能让我真正发挥价值的平台。很好，一个真正的技术人才就应该有这样的武器。现场考察结束，江工的技术方案扎实，数据良实，创新性强，我个人给予高度评价。怎么样？结果出来了吗？应该是出来了，看陈总笑得那么开心，肯定有戏。但愿吧，这1个多月江工熬了多少个通宵，要是没选上太可惜了。各位，我现在正式宣布一个好消息，省工信厅的最终评审结果刚刚出来了，我们虹桥科技成功入选省级智能制化示范项目。江工，成了，咱们真的成了！我刚才心脏都快跳出来了，你太厉害了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行。这1个多月，你天天熬到3、4点，写了改，缴了写，光草稿就堆了半米高，这份功劳全是你的。别这么说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没有大家的配合，没有车间工人提供的真实生产数据，没有周总整理的财务报表，这份方案根本写不出来。都别谦虚了，这次全省一共有18家企业进入终审，其中有3家上市企业，5家国企，竞争有多激烈不用我多说。评审专家跟我说，我们的方案是所有申报企业里最扎实、最接地气的，尤其是江哲写的技术路线部分，数据详实，逻辑清晰，创新性强，所有专家都给了满分。江哲，谢谢你。陈总言重了，我只是做了我分内的事，是你给了我施展才华的平台，是你信任我。这500万扶持资金，还有后续的税收优惠、技术资源，都是你给虹桥带来的。你们俩就别互相谢了，这是我们整个虹桥团队的胜利。有了这笔资金，我们马上就能启动第4条的建设。太好了，那是不是要涨薪资了？必须涨！等项目正式启动，所有人的绩效奖金都上调20%，而且我们还要招聘更多的技术人才，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晋升机会。陈总英明，江工英明，哈哈哈哈哈！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江哲，上次终审答辩的时候，你的表现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今天实地看了你们的生产线，更是印证了我的判断。杨教授过奖了，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，不是过奖是实话。现在很多年轻的技术人员，要么纸上谈兵，要么只会埋头干活不懂总结。你不一样，你的技术功底扎实，一线经验丰富，更难得的是有创新思维，这都是我在以前的工厂里处理类似故障时慢慢琢磨出来的。这种经历是多少书本都换不来的。今天我来，除了做项目复核，还有一件私事想跟你说。今年省里有一个杰出青年科技人才评选，我打算推荐你参加。杨教授，这我恐怕不够资格吧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厂技术员，从来没有参品过这么高级别的荣誉。你要是不够资格，那全省就没几个人够资格了。这个评选看重的不是头衔和学历，是真本事和实际贡献。
你主持完成的这个省级智能支教示范项目，就是最硬的底气。江哲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没错，这个荣誉的含金量很高，每年全省只评选20个人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是行业对你个人价值的官方认可。可是杨教授，评选需要准备什么材料？我怕我做不好。别担心，我会全程指导你，主要就是准备一份个人陈述材料，详细介绍你的技术经历、主要成果和未来的研究方向，在设备改造方面的创新和实践，还有你对智能制高行业的理解。江哲，需要什么数据、什么证明，我让各个部门立刻给你整理。杨教授，谢谢您，谢谢您愿意给我这个机会。不用谢我，这个时代不缺聪明人，缺的就是你这样肯沉下心来做事的人。材料截止日期是下个月15号，你有1个月的时间准备，写好之后发给我看看，好好准备，我相信你一定能选上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全力以赴，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杨教授，我送您出去。您好，请问办理什么业务？您好，我来提交省级杰出青年科技人才的申报材料。江哲先生是吧？是的。材料整理的真整齐，分类也很清晰，很少见到这么规范的申报材料。谢谢，提前准备了很久。没问题，材料齐全。评审结果预计下月底公布，届时会通过短信和邮件同时通知您，注意查收就行。好的，麻烦您了。不客气，祝您评审顺利，期待能在入选名单上看到您的名字。江工，第4条生产线的设备验收单，你签一下字。对了，省人才评审那边有消息了吗？这都过去2周了，大家都在问呢。还没有，工作人员说要到月底才出结果，还有10多天。哎呀，你别急，以你的实力，那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全省20个名额，谁能比你更有资格？你主持的项目给厂里带来了多大的效益啊？没那么简单，这次参品的都是顶尖人才，很多都是博士和科研园所的研究员。我一个工厂的技术员没什么优势。那可不一样，他们都是在实验室里搞研究的，你是在生产一线实打成干出来的。你的技术能直接转化成生产力，能给企业创造实实在在的价值，这才是最珍贵的。你一定会被选上的。谢谢你的信任，别担心，那就借你吉言。江哲，自从咱们拿下省级示范项目，这2个月已经有7、8家企业主动联系我们，想请你帮他们做技术改造。我知道刘主任跟我提过，但咱们自己的项目还在推进，我担心分身乏术，所以我有个想法想跟你商量。江哲，你有没有想过把你的技术能力变成一项独立的业务？什么意思？我打算在虹桥内部成立一个对外技术服务部门，专门承接其他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。这个部门由你来负责，你的技术水平在整个省内都是顶尖的。与其让这些能力只服务于虹桥一家，不如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业务线，帮助更多的企业，也为你自己创造更大的价值。陈总，我需要考虑一下。可以，这件事不急，你慢慢想。但我希望你知道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。谢谢陈总。爸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告诉我？给你个惊喜。正好村里有人开车来市里，我搭个顺风车就过来了。这么沉，都带了些什么啊？都是家里种的土特产，有你爱吃的花生、红薯，还有你妈腌的咸菜。城里买的不正宗。住的地方还不错，比我想象的干净。公司给安排的，1个人住，挺方便的。那就好。我和你妈一直担心你在外面受委屈。小哲，最近工作还顺利吗？累不累？挺好的，不累。公司领导很器重我，同事们也都很好。那就好。我听你妈说你在这边干得不错，还拿了什么省级项目？是省级智能支教示范项目，已经通过评审了，拿到了500万的扶持资金。好啊，我就知道我儿子有本事。小哲，爸跟你说句心里话，你从小就聪明，学什么都快，但你这孩子太老实了，受了委屈也不肯说。当年你在机械厂的时候，每次打电话回家都说挺好的，可我和你妈都知道你过得不容易。那么多年，你没往家里拿过多少钱，我们也不问，就怕你压力大。爸，那些都过去了，但爸想跟你说，人这一辈子不能总为别人活，总要为自己活一回。以前在机械厂，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被人抢了功劳，被人欺负，你都忍了。爸知道你是怕丢了工作，怕让我们担心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你有本事了，走到哪里都能混口饭吃。以后不要再让别人骑在你头上了，想做什么就大胆去做，不用顾虑我们。我和你妈身体都还硬朗，不用你操心。爸老了，帮不了你什么，但爸相信你，一定能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爸，我知道了，您放心，
我不会再让您和妈担心了。好，好，时间不早了，我明天一早还要赶车回去，你早点休息，别太累了。爸，您今晚就住这儿吧，我睡沙发就行。不用了，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个小旅馆，便宜。你这宿舍太小了，住着不方便。我走了，你照顾好自己，有事记得给家里打电话。陈总，我考虑了很久，有个想法想跟您谈谈。你说。您之前提过想在虹桥内部成立对外技术服务部门，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，但我想换一种方式来做。我想独立注册一家公司，专门做技术咨询和设备改造服务。虹桥可以作为股东参与，我们以合作的方式推进。为什么要独立出去？3个原因。虹桥的主业是生产制造，技术服务只是附属业务，放在内部容易被边缘化。第二，独立公司更灵活，可以服务更多的客户，包括虹桥的竞争对手。第三，我想为自己闯一条路。你想要多少股份？我出技术和管理，占60%，虹桥出启动资金和客户资源，占40%。你倒是狮子大开口，这个比例是我反复测算过的。技术服务行业核心竞争力就是人才，我就是这家公司最大的资产。行，我答应你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虹桥的技术改造项目你要优先承接。成交。江哲，好好干，我等着看你把公司做大。谢谢陈总，您的知遇之恩我不会忘。公司名称是哲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。是的。经线关于包括机械设备技术咨询、智能制造系统集成、工业自动化改造服务、材料齐全，3个工作日后来领取营业执照。好，谢谢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有了自己的公司。江工，恭喜恭喜！虹桥全体员工送的，祝哲工开业大吉。谢谢，替我谢谢大家。办公室虽然小，但位置不错，交通方便。以后业务做大了，再换个大的。会的。对了，陈总让我告诉你，虹桥第4条生产线的自动化改造项目正式委托给哲工，这是合同，你看看。替我谢谢陈总，这是哲工的第1单业务，我会全力以赴。陈总说了，这只是开始。以后有更多的项目都会优先考虑你。这里的传感器要重新调整角度，偏差超过0.5度就会影响检测精度。明白，江工。江工，设备调试报告出来了，所有参数都达到了设计标准，比预期还好。很好，通知陈总。可以安排验收了，生产效率提升45%，能耗降低20%，完全达到预期目标。江哲，干得漂亮！这是哲工的第1个项目，必须做好。合作愉快。这是项目尾款，已经打到哲工的账户了。另外，我已经把你介绍给了几个朋友，他们的企业也有技术改造需求。这是联系方式，你主动联系一下。谢谢陈总。不用谢，你做得好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。入选了。江哲，哲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，在智能制造领域取得突出成就，主持完成省级智能制造示范项目，为本省制造业转型升级做出重要贡献。江哲，恭喜你，实至名归。谢谢杨教授的推荐，没有您，我不可能有这个机会。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，你凭的是自己的实力。江哲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以后的路还很长，继续努力。我会的。江总，首先恭喜您入选省级杰出青年科技人才，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成长经历吗？谢谢。我的经历很简单，大专毕业后进入一家机械厂做技术员，一干就是10年，后来加入虹桥科技，去年创立了哲工智能。我了解到您在之前那家机械厂工作了10年，但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，能谈谈那段经历吗？那10年是我技术积累最重要的10年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也经历了很多事情。听说那家厂的原厂长因为贪污被判刑了，您当初离职跟这件事有关吗？我离职是因为我需要一个更大的平台来发挥自己的价值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法律已经做出了公正的裁决，我不做评价。您对那段经历有怨恨吗？没有怨恨，但也谈不上原谅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包括我自己。我选择离开，选择重新开始，选择用实力证明自己，这就是我的态度。
您的态度很值得敬佩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对于未来你有什么规划？继续做好技术服务，帮助更多的企业实现智能化升级，同时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，让他们不用走我曾经走过的弯路。谢谢江总接受我们的采访。江总，我们华盛重工的情况您应该了解了，3条老旧生产线，效率低，能耗高，急需升级改造。我看过贵公司的资料，这3条生产线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控制系统老化和工艺流程不合理2个方面。没错，我们之前找过几家公司，但方案都不太满意，要么价格太高，要么改造周期太长。后来听说您是这个领域的专家，特意来请教。张总，这是我根据贵公司的情况制定的改造方案，核心思路是分阶段实施，先升级控制系统，再优化工艺流程，最后实现整体智能化。预算多少？周期多长？总预算380万，改造周期6个月，分3期付款，每完成一个阶段验收合格后支付相应款项，比其他公司便宜了将近100万，周期也短了2个月。江总，您这个报价，我报的是实价，没有虚投。我的目标不是赚快钱，是建立长期合作关系。这个项目做好了，以后贵公司的其他改造需求，希望也能优先考虑折工。江总，爽快人，这个项目我们合作了。江总，怎么样？所有指标都达到了吗？张总，全部达标了，生产效率提升了52%，能耗降低了28%，产品合格率稳定在100%，比我们当初方案里的预期还要好3个百分点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找你绝对没错。不瞒你说，在找你之前，我找过3家公司来做这个改造项目，钱花了不少，结果一个比一个差，我都快绝望了。还是杨教授推荐了你。杨教授太抬举我了，我只是比较了解这些老设备的脾气，知道怎么改最省钱最有效。这就是本事啊！现在很多技术人员只会盗搬国外的方案，根本不考虑我们企业的实际情况。你不一样，你是真的从一线干出来的，知道我们需要什么。江总，这是项目尾款，一共80万，另外还有10万块是我个人给你的奖金。这个项目你做的太漂亮了，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，这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。张总，尾款我收下，奖金就不用了。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，我不能额外收钱。哎，这怎么能一样呢？合同是合同，心意是心意，你要是不收，就是不给我面子。那好吧，谢谢张总。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你不知道，这个项目完成后，我们今年的产能至少能翻1倍，利润能涨3000万，这都是你的功劳啊。对了，我已经把你介绍给了我们集团的其他5家子公司，他们都有类似的设备改造需求，早就等着看我们的效果了。这是他们老总的联系方式，你有空联系一下他们。太感谢您了，张总，跟我客气什么？以后我们就是长期合作伙伴了。我们集团以后所有的技术改造项目全部交给你做。我也跟行业里的几个老朋友说了你的事儿，他们都对你很感兴趣。过几天应该会有人联系你。真的太谢谢您了。江总，你听说了吗？何洪涛的事儿。什么事？我刚才听以前的同事说，何洪涛在监狱里得了重病，据说他儿子都不愿意去看他，妻子也提出了离婚。还有李浩宇，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吗？不知道。他现在在老家摆地摊卖袜子，到处找工作都没人要，最后只能回老家。听说他老婆也跟他离婚了，孩子派给了女方。唉，真是报应啊！当初他们多风光，现在落得这个下场。刘主任，这些事儿跟我没有关系了。江总，你不觉得痛快吗？说不上痛快，也说不上可怜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他们选择了那条路，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我现在只想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，过去的人和事已经翻篇了。江总好，我是新来的实习生林浩，机械工程专业，今年刚毕业。小林，你为什么想来浙工？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听说过您的事迹，非常敬佩。您从一线技术员做到现在，完全靠自己的实力。我想跟着您学习，希望将来也能成为像您一样的技术专家。做技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专业能力。专业能力很重要，但不是最重要。最重要的是耐得住寂寞，经得起挫折。我在机械厂干了10年，前9年几乎看不到希望，成果被人抢，功劳被人领，连基本的尊重都得不到。但我一直在学习，在积累。如果你准备好了吃苦，准备好了被忽视，准备好了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依然坚持，那你就留下来。江总，我准备好了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跟着我学习，我会把我所有的经验毫无保留的交给你。谢谢江总。这台数控显钟是我们自主改造的，精度比原厂提升了1个等级。江总，这个改造方案是您设计的吗？是的，用了3个月，反复试验了10几次才成功。江总，你太厉害了，我要向你学习。好好干，你也可以。从机械厂的技术员到虹桥的技术总监，再到浙工的创始人，这条路我走得很慢，但每一步都算数。